贫困助学金匿名投票，班里男生道德绑架，我必须投给他。我看着他手里拿的水果牌手机，反手投给了真正需要帮助的同学。事后我被他威胁，不听他的，他会让我在学校混不下去。那好吧，我也准备收拾收拾摊牌了，出来混谁还没个背景了？我是龙的传人，我不装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莹莹，这次贫困生助学金评选，咱们宿舍是不是该你去啊？是的呀，我叫林淑莹，目前大3在读。至于所谓贫困生评选，就是班长收集好贫困生的申请书，再开一个钉钉会议，每个宿舍出一个人参与，然后班长一封一封念出申请书，大家再匿名投票，每个人有2票，最后得票最多的人就能获取本次的助学金名额。其实已经上到大3了，班里谁的家庭状况如何，就算不是一清二楚，大家心里也都有个大概的印象。而且这个评选会又长又无聊，我们宿舍一般是每个人轮流去一次，今年刚好轮到我了。问我话的是我的舍友秋青，据我所知，他没有参与申请，应该不是来找我拉票的。就是，你跟赫赫熟吗？差不多吧，我们不是一个小组的吗？每次小组作业，赫赫都找借口推脱，不是说自己学生会工作忙，就是直接揽下最轻松的活。要不是分组这玩意儿大1就定了，我早把他踢出我们小组了。难道他还能在助学金这儿做什么妖？那你等着吧，他估计得会就来找你了。秋青叹了口气，语气相当无可奈何。不至于吧？他不会威胁你了吧？我试探着开玩笑般开口，结果下一秒，赫赫就给我发了消息。赫赫，组长，听说这次评选会，你们宿舍是你参加？是啊，怎么了？你能不能投我1票啊，组长？求求你了。JPG， 我看得好笑，不就是拉票吗？其实宿舍之间也会有这种行为。秋青的语气没必要那么无奈吧？我们宿舍没人参加评选，而且我有3票，给他1票也不是不可以。我刚想打字同意，结果他的下一条消息让我改变了想法。求你了，要没有你这1票，我连饭都吃不起了。这话说的怎么有点道德绑架的味？我一个地铁老人手机，秋青的声音适时的响起，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他也给你发吃不起饭那一套了吧？上次我评选也是这样，跟他打马虎眼都没用，不磨到你同意，他能一直给你发消息。结果他拿了助学金，转头就跟女朋友去市里最大的餐厅吃了烛光晚餐，还发朋友圈，真是膈应死人了。秋青源源不断地吐槽起来，但末尾他还是加了一句，不过我劝你还是投给他吧，听说他这个人有点本事，上次有个人没投他，被他整得很惨。是吗？本来赫赫没发那些话之前，我是想投给他的，但是现在我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身反骨。好的，贺同学，我一定会投给真正有需要的人的。回了消息，我美美睡去。至于投票，赫赫应该不算真正有需要的人吧？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投给我的吗？长达3个小时的评选会议刚结束，赫赫的语音消息就发了过来，怒气冲冲的嘞，跟他前几天小心翼翼拉票的模样判若两人。我还想委婉跟他提示一下，贺同学，我说了呀，我会投给有需要的人，你平时的衣食住行应该不太需要这笔助学金吧？毕竟这是贫困生评选对吧？而且这会议不是匿名参加的吗？你知道结果的速度是不是快了一点？没想到
赫赫完全不领情，你别管，老子有老子的手段。好，林输赢，你有种，敢跟老子玩心眼，怕是不知道我的名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想到你还会使这些下三滥的招数。怎么着？你投的那些人是给你什么天大的好处了？我好声好气跟你说不行，你非要上赶着去舔人家。哟，不会是？行了，忍不住了。恼羞成怒的疯狗咬起人来还怪恶心的，什么委婉他根本听不懂。对付这种人，还是简单粗暴的骂战最有效。名号？什么名号？马戏团里你最忙，歌坛室里你最狂，麦当劳前你站岗，扑克牌里大小王。林输赢，别叫唤了，你要实在闲得没事干，可以去我老家把地交了。一天天的耍不完心眼子使不完的牛劲，手里拿着水果14，嘴里念着赏口饭吃，人家贫困助学金你都要贪。怎么着？你打算毕业直接原地进化新物种，赛博乞丐？不投给你就是别有所图，那些投了你的人都是你一个个舔过去的。哦，我忘了，还真的是你舔过去的。毕竟求求你了，要饭的还嫌人没把食物喂你嘴里，一边敲碗一边骂娘。要我说，你真实在没钱，就去打2盘斗地主，姐姐我别的没有，还能赞助你2颗欢乐豆，也不用担心牌不好，毕竟你可以用自己身份证打。对了，记得多准备几份复印件哦。我轻飘飘几行字打过去，对面一时没了回应。不是吧？这就破防了，这心理素质也不行啊！我好笑地看着屏幕上的红色感叹号，完全没想到赫赫的报复会来得如此之快。评选会结束不久后，就是我们专业课小组作业验收的日子。我们的这位老师平时上课从来不带书，因为他从来不讲课，直接要求我们预习后分组做 PPT 再上来讲解，他只负责听完后点评，美其名曰补充一下我们自己没深入学习到的知识。这钱让他挣的也就比出门捡钱容易那么一点，而且他还最喜欢搞突然袭击。下周2的课，他不当场布置作业，偏偏要等到课前那一天晚上再布置。刚开学时，我们被他的作风搞得措手不及，直接熬到半夜2点才做完 PPT。偏偏他这门课还是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绩点占比极高，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这次轮到我们组讲解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我们定的讲解员是同组的一个男生，但就在他准备上台时，坐在他旁边的赫赫一把夺过他手里的 U 盘，朗声道：“老师，我们组由我来讲解。”看着赫赫脸上挂着的灿烂的笑容，我心里猛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我原本以为赫赫就算跟我再有矛盾，也不会拿小组作业这种事开玩笑，毕竟这是一个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之间的恩怨没必要发泄在别人身上。可是我错了，因为人渣是不会讲逻辑的。赫赫自信地走上了台，抬眼环视了一下台下的同学，然后把目光定格在我身上，说道：“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你们自己看 PPT 就好了。”只这一句话，我的心凉了半截。我甚至感觉到坐在课堂最后排老师的目光骤然锐利起来。1分钟、2分钟，空气愈发寂静。我寄希望于赫赫会突然良心发现，他不是不知道这门课的分数对我们有多重要，他的神来之笔可能会直接让我们小组的平时分归0，哪怕我们期末拼命复习拿下满分，也无法弥补绩点上可能出现的不足。而绩点与奖学金挂钩，
估计赫赫打的就是这个主意。我让他失去了助学金，他就让我失去奖学金。可恶！为了这点绩点，我平时白天泡图书馆，晚上写 PPT， 还加入吃力不讨好的学生会。为了写个破策划案，天天熬夜。明明社恐还要组织活动，搞演讲拿学分，可赫赫站在讲台上轻飘飘2句话，就有可能让我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我们小组成员所有的付出都要为他的任性一起陪葬。他凭什么？愤怒渐渐一点点爬上我的心头。果不其然，这堂课我们小组成员每个人都拿到了0分的好成绩，而赫赫则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哎呀，要跟你的奖学金说再见了。我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回到宿舍，我的舍友也不停地安慰我，其中秋青为了让我的心情好一点，开始跟我说一些赫赫的笑话。别生气啦，我跟你说，他这种人自有天收。他女朋友前2天还跟他闹分手呢，据说他俩连家长都见过了，就因为赫赫没给他买喜欢的包，他就要闹分手。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等等，我突然捕捉到了重点。赫赫女朋友跟他闹分手，什么时候的事？就前几天啊。怎么了？这狗东西不会是因为没拿到奖学金买包哄对象，就在今天这课堂上发疯吧？发疯就算了，还连累其他人。他没事吧？实在气不过，我抄起电脑就往外走，身后出来秋青的身影。哎，你去哪？去找老师。怎么说也得把平时分赚回来一点，不能真拿个零蛋吧。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刚走到老师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了赫赫在里面说话：赵姐，刚给您点的奶茶，喝一口。知道你最近要减肥，3分糖，还加了芋泥脆饽饽，你尝尝。这是赫赫讨好的声音。哼，闯了祸你就知道拿杯奶茶来赔罪。说吧，今天怎么回事？上我的课都敢那样，我的面子都不给。这是赵老师的声音，他已有3岁孩子，我却能从他声音里听出一点娇嗔。哪能啊，赵姐您的面子，我就是撑破了天也得把它接住啊。今天这事啊，还不是我们组有个女的不懂事，跟我闹了点矛盾，我呀就借您的课给她点小教训。什么女的，值得你在我课上捣乱啊？怎么，你追人家没追上，恼羞成怒了？赵姐，您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我哪看得上他呀？再说了，我为什么要选在您课堂上搞事？还不是咱俩关系好，您脾气又好的跟仙女似的，我胡闹一回，您肯定也不舍得罚我不是？切，就你会说话。行了，我就忍你这一回，放心吧，你那平时成绩我肯定给你打满了。好小子，下次不许了呀。说到最后，赵老师的语气里甚至已有笑意。放心，我肯定不敢了，而且您这一天2杯3分糖奶茶，我肯定给您安排的妥妥的。那我先走了，赵姐。赫赫边说边推开门，正好与门外偷听的我撞个正着。我抬眼看他，冲他晃了晃手机。哎呀，都录上了呢。组长最棒，感谢组长英勇就分的行为。拿回我们该得的平时分之后，我和小组成员一起聚了个餐，当然赫赫除外，毕竟平时小组作业也不见他有多积极。饭桌上有人问我是怎么让赵老师回心转意的，这个嘛，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罢了。林淑莹，你把录音删了，不然这个学校你也别想混下去了。办公室内，赵老师满面惊红，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手机。不是吧，赵老师，你和这位贺同学是水泥工吗？怎么动不动就让人混不下去的？
再说了，有了这个视频，我要把录音删了，恐怕二位就不会这么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了吧？你想干什么？到底是混到了大学老师的职位？赵老师很快平静下来，只是眼神中怒意未平。不想干什么？给我们小组该得评10分，顺便再把一些人不该得到分给消下去而已。眼见战火烧到自己身上，赫赫不干了。林淑莹，你在这嚣张什么呢？你不过就录了个破音而已，顶破天也就是我请老师喝杯奶茶的事，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我好整以暇，我的确是不能掀起什么风浪。但老师，我听说咱们学校在评职称对吧？你说，要是我把这份录音给咱们学校其他老师都发一份，那场面，有的录音在我手里只是录音，但要到了您的竞争对手手里，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办法掀起更大的风浪。您说对吗，老师？事情处理结果到最后，赵老师也只能沉着脸许诺，会把我们小组应得的分数还给我们，以及把赫赫调离我们小组，并且保证我期末成绩不会低于80，我才罢休。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赵老师并没有说什么，一个学生的成绩而已，跟他的职称评选比起来不足为重。倒是赫赫，我刚走出办公室，他就又开始了他的狗叫。林淑莹，毁了老子的助学金，还想抢老子的奖学金？行啊，你等着，老子一定会让你尝尝跟我作对的代价。不是吧，兄弟，你这放狠话的战斗力比我幼儿园的小表弟还不如。我顺手掏了掏耳朵，抱歉呐，兄弟，我还没有装备狗语翻译系统。你刚才说的啥？我怎么听不懂呢？你赫赫气呼呼地走了。那时我就该知道他是一条疯狗，眼见报复不到我身上，就会报复我身边的其他人。聚餐时间结束了，有点晚了，我卡着门禁回到宿舍，却也发现宿舍里的人都围着我的下铺赵冉，而赵冉眼眶红红，明显是刚哭过的样子。我急忙问道：怎么了？这是被人欺负了吗？秋青回答道：是赫赫，他拿走了冉冉的优秀班干部名额。我去，这狗玩意儿怎么阴魂不散的？我还以为有录音这个把柄在我手里，赫赫能稍微收敛一点，可惜我低估了他想从我身上咬下一口肉的决心。赵冉是我们班的副班长，老好人一个，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活都抢着做，别人偶尔把不想干的任务交给他，他也没有怨言。我们一个宿舍，经常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能看到他的窗帘还透出光来。优秀班干部是我们学校特别设立的奖项，奖金不多，800块，一般是从班长、副班长、团支书这3个平时做事最多的班干部里选。赵冉平时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前2年这个奖项得主一直是他。赫赫一个大学里的纪律委员，含金量可想而知，他凭什么抢走赵冉的名额？在赵冉流着泪抽抽搭搭把当时的场景还原了一遍。本来当时老师定的是我的，但是赫赫走过来说，我已经拿了2年这个奖了，不去把名额让出来给需要的人，我一个人年年拿，其他人心里也不舒服。他跟辅导员关系又好，一来二去的，这个奖的名额就落到了他身上。靠！邱青梅忍住爆了粗口，这个死绿箭，还其他人心里不舒服，有本事让别人也跟我们冉冉一样努力呀！跟领导关系好就能拿奖吗？就不用努力了吗？什么人啊？不，青青，你这句话说错了。跟领导搞到关系，说不定真的能拿回冉冉的奖金呢。不是吧？莹莹，你也被传染了，你不会也要为了奖学金
去讨好辅导员吧。错了，我捧着手机，面无表情地说，咱们这个情况，找辅导员明显不好使了，我们要找更大的领导了。手机里赫赫的聊天框被我点开，里面显示着他刚给我发的一条消息：明天我要在市里的游泳池开个小派对。哦，对了，用的还是属于优秀班干部的奖学金哦。我收起手机，呵呵，你放心，明天这个派对我一定让你永生难忘。第二天中午下课后，赫赫就纠结了一班人离开了学校，走之前还不忘朝我扔了个挑衅的眼神。走吧走吧，他不离开学校，我们这场戏还没办法上演呢。我跟赵冉对视一眼，按计划执行。赵冉把班里所有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同学拉了个群，并转发学校通知，要给大家拍一些照片，放在学校宣传栏和公众号上，请大家下午2点30分前在阶梯教室集合，请勿迟到。当然，这个群里的人没有赫赫，大学生永远是最叛逆也最听话的一类人。赵冉的通知一转发，连有人质疑真假都没有，大家都统一的午睡后，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整整齐齐坐在阶梯教室，甚至都没人迟到。啥时候开拍呀？为啥非要中午来？我还想补个午觉。就是学校就爱搞这些形式主义，困死了！救命啊！还不能找人替，烦死了！怎么还不开始？听着大家嘟嘟囔囔的抱怨，我满意的笑了。计划第1步完成，接下来就要看秋青的消息准不准确了。秋青在学生会外宣布工作，一般学校有什么大活动和通知，他会知道的比我们快一些。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辅导员要陪着党委书记来一次教室卫生抽查，以彰显党委书记很抓卫生、很抓学校精神面貌的决心。果不其然，赵冉刚走上台，还没开口，阶梯教室的门就被推开了。我们的辅导员走在领导前面为他开门，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领导身后还浩浩荡荡地跟着一群老师。看到我们，领导表情有一瞬间的惊愕，但很快和蔼地开口问道：小同学，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应付这种场面，秋青比我在行，于是他开口道：书记好，我是咱们学校外宣部的，我们想拍2张奖助学金获得者的照片，放进咱们学校公众号宣传。不等书记开口，辅导员率先回答道：那正好赶上了，书记也一起拍2张照吧，这也是书记工作辛勤努力，一心为学生的证明啊。辅导员的道行比我们深多了，2句话把书记哄得心花怒放，加入了待拍照行列。书记来了，你们怎么还不拍呀？辅导员催促道：老师，不是我们不想拍，是还有人没来。谁没来？赶紧给他打电话。怎么这种时候还迟到？在一旁吃瓜的我就等你这句话了。闻言，我地上已经连接好多媒体的手机来用我的打。微信铃声响了几秒，被赫赫迅速接通。还没等我们看清里面的场景，赫赫的大嗓门就响了起来：怎么了，林淑莹？是被我抢了室友的奖学金，不服气？只要你跪在地上大喊3声贺哥，我错了，期末奖学金让给你点，也不是不可以。多媒体大屏幕上，赫赫洋洋得意的嘴脸足够在场每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是在游泳池开派对，此刻他光着上身，身后还站着几个衣着清亮的美女，那模样怎么看也不像跟奖助学金挂上钩的样子。我看着领导铁青的脸色，几乎要笑出声来，甚至还能分出心想，
以前叫赫赫疯狗还是抬举他了，应该叫细狗才对。最后还是领导先稳住了情绪，喊了一声我们辅导员：小秦啊，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学校奖学金的发放已经轮到一个学生做主了。辅导员冷汗都快流了下来，拼命示意我们快关掉视频。误会，都是误会。咱们学校，你们老师跟开朗的学生亲近一些，我不反对，但你们也要公私分明。要是谁因私废公，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小动作，用学校的奖项维持你们个人的人情，这个情况就要不得了吧？你说对吗，小秦？众目睽睽之下，书记甩袖走出了阶梯教室。我计划成功。阶梯教室发生的事不到1个小时，辅导员就在大群里宣布撤销了赫赫的优秀班干部奖学金资格，还额外发了一大段什么奖项要绝对公平、公正、公开，不会因为私人情感更改的废话。我一眼也没多看，因为以后贺先生又开始在微信上对我狂轰滥炸了。林淑莹，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我就说你怎么敢给我打视频？原来在这等着老子，你就是个臭婊子！老子忍了你2回了，看老子这次怎么弄死你！我只当他是在狗叫，心平气和地回了他句：啊，我只是和获得奖助学金的大家开了个小会而已，可能忘了通知你了。毕竟我没有事先把全部计划告诉对手的爱好，你说是吧？泳池哥发完，趁着赫赫还没反应好，我当机立断拉黑了他。想骂我，下辈子吧。赫赫微信上说着要弄死我，实际上本人在学校里很是沉寂了一阵子。毕竟我们学校再怎么样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明面上的肢体冲突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大家都成年了。就当我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的时候，秋青发给我的一个校园论坛帖子再次点燃了我的怒火。一段时间不见，赫赫这小子学会玩阴的了。秋青转给我的帖子标题相当劲爆，震惊！学校大3某女生年年获得奖学金的真相是，下面配图是几张聊天记录。老师，这次奖学金，放心莹莹，你平时伺候老师这么努力，奖学金当然是你的了。那我就谢谢老师了。性感浴室照 JPG 黑丝小野猫 JPG 聊天记录的名字以及人脸都做了马赛克处理，偏偏那个莹莹大咧咧地展现了出来，好似故意让人联想一样。本来仅凭这一点信息还不足以让我感到愤怒，偏偏下面还有人评论：莹莹，那个莹莹，不会是金融管理2班的那个吧？那个莹莹啊，我知道，她平时玩得很开的，早就骚名在外了。这次爆出来，也是有人看不下去了，几句话轻松将人们锁死了范围。帖子标题起得好，进来看热闹的人并不少，评论底下很快热闹了下来。明明什么证据都没有，有些人却已经把罪名死死定在了这个所谓莹莹身上。我操，真劲爆啊！原来是那个莹莹，我还以为她平时多清高艺人呢。楼上别打哑谜，有事说清楚。低价出售莹莹视频，15块30分钟系列，求一个，求一个，求一个。这些人如复古之居般，闻着味就找了过来，紧紧扒着受害者的皮肉不松口，妄图以无知为由挥洒脑子里的阴暗。看着那一条条或调笑或看热闹的视频，我恶心的只想吐。只有秋青的安慰能让我勉强把溃散的思绪凝聚起来。莹莹，你别难过，这件事其实很容易澄清的。再说了，哪有不是你？到时候我们想办法报警，一定能解决的。你在哪？要不你先回宿舍，或者我去找你。
回我一下呀，莹莹。呼，我用力长吁一口气。这种时候不能乱，千万不能乱。我收拾完书本就想回宿舍，只有冷静下来，我才能想到解决办法。哪想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人在火上浇油。那个帖子被赫赫直接转发到了我们班级群里，隔着屏幕，我都能想到他见西西又恶心至极的模样。他直接在班群里艾特了我：莹莹，这是你吗？是不是我？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回道：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瞧你说的，又不是我发的帖子。再说了，这上面的事又不是你做的，你急什么呀？知道不是我做的，还火急火燎的把帖子搬到群里。这帖子是不是你发的？我也很疑惑呀。赫赫完全不畏惧，吃准了我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到他的把柄。这不是看上面的描述跟你很符合吗？大三，金融管理，莹莹，嚯，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莹莹，身材确实不错呀，谢谢夸奖。你的身材也不差，穿泳裤跟裤衩子上套个塑料袋一样。刚进超市里，估计能被人当金针菇给卖了，还是品相不好的那种。对了，想要贺同学泳池私房照的，欢迎找我购买，121张，售完即止哦。眼见我迟迟不破防，赫赫急了：林淑莹，你一个勾引别人拿到奖学金的婊子，有什么资格跟老子在这叫唤？凭什么？凭我勾引人的本事啊！我打算今天勾你爹，明天当你娘，3个月让你见我说跪下说太奶奶吉祥。你赫赫被管理员赵冉禁言。秋青拍了拍赵冉说：听不了一点狗叫，干得漂亮，舍友们。赫赫的吃瘪让我郁闷的心情散去了一些。然而这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当然可以把之前的录音和之前跟赫赫吵架的截图发上去，这些都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凭什么呢？明明是赫赫造谣，却要让我这个受害者自证，我憋屈得很。偏偏赫赫那个帖子也没指名道姓说那个莹莹就是我林淑莹，哪怕报警，只要他咬死不承认说的是我，这件事就有可能不了了之。而且那个帖子散播再快，终究是没有彻底落到我头上。女生一旦和这样的黄谣扯上关系，后续要洗清就会相当麻烦。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默不作声，等时间来抹平这一切。或许等过段时间再有个大新闻出来，这个帖子就会被人遗忘到无人知晓的角落。只是凭什么呢？凭什么受害者反击就会受到更深的伤害？凭什么造谣者只需动动嘴皮子，真相大白后连一点惩罚都不会受到？还有那个帖子底下求视频、求资源的看客，他们的恶意又该让谁为此负责？深夜的电脑前，我看着屏幕上整理好的各种证据，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发出证据就代表承认帖子里莹莹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被别人异样的眼光盯着，我平静的生活也会因此改变。不发证据就代表我向赫赫低头，但同时我所受到的伤害会变成最小，我依然可以像往常一样乐观开朗，没心没肺地活着。发不发呢？正当我把鼠标定在发送键上时，秋青在宿舍大喊起来：莹莹，贴吧有人锤赫赫了。果然，一个新闻很快就会被热度更高的新闻取代。这次取代黄谣帖的是一个大2的女生，她在帖子中详细描述了她在高中时期因为戳穿了赫赫假装贫困生领取奖学金后，被赫赫校园暴力、霸凌、造谣乃至休学的全过程。
女生文字虽然单薄，但字字泣血，再加上她发上来的照片证据，有她被霸凌时留下的伤口，青紫一片，触目惊心；还有她当时被造黄谣的帖子，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最后是她的休学证明和吃的抗抑郁药物，令人忍不住心酸落泪。她说自己休学1年才考入这所学校，本来打算把这种事彻底遗忘在自己生命里，再不提起。没想到赫赫竟然还会故技重施，用同样的方法伤害另一名女生。她挣扎了很久，终于决定站出来向大家说出事情的真相。睡不着的夜晚很难熬，天空是灰蒙的，吃到嘴里的药片是苦的，情绪是永远不会开心的。这些都是他的真实写照。他在帖子最后写道：因为见识过深渊，所以不想再有人坠入那片黑暗，所以他愿意站出来，为别人稍微撑起一点光亮。其实那些谣言几分真几分假，大家又不是傻子，都能分辨得出来。但只要有热闹看，只需付出一点点，视而不见，就能收获更大的快乐，谁都不会拒绝的。很多谣言也是因此才传开的。幸好在女生声泪俱下的叙述里，有人的良知终究是被唤醒了。先是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黄谣帖子的真实性，原本污言秽语的评论被人刷到最底下，最热评论里青一片的：你有证据吗？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请拿出证据来。后来有计算机系的人更是扒出来，那几条钓鱼评论都出自同一个地方，是赫赫宿舍的门牌号，更加证实了帖子是谣言无疑。沙丁鱼再次一拥而上，不过这次是集中起来对付背后的凶手。在大家群情激愤地讨伐背后造谣者时，我也不甘示弱。已经有人为我打好了榜样，我又怎能忍心让他独自冲锋？这次我没有一丝犹豫，按下了发送证据的按钮。赫赫的处罚很快发了下来，全校通报，开除学籍。本来他的处罚不用这么严重的，但因为受他所迫，我将他和赵老师的那段录音也发了上去。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录音的威力很大，赵老师因此错失副教授职称。眼下我正是被全校瞩目的时候，他动不了我，就只能把怨气发泄在赫赫身上。再加上赫赫的情节实在恶劣，直接连回转的余地都没有，就收拾包袱回了老家。事情结束后，我走在学校的路上，并没有如我所想般被异样的眼光包围，大家都各有各的烦心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那一点谣言带来的快乐，甚至压不过即将面临的期末考。倒是我收获了不少小姐姐对我甜甜的鼓励微笑。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女孩子赚不了一点。我和秋青、赵冉准备来一个久违的宿舍聚餐，庆祝事件的完美解决。去餐厅的路上，秋青打发我和赵冉一起去买2楼的炸鸡。他俩现在不敢让我单独行动，必须有人陪着我才可以。排队等待炸鸡的途中，我的余光里突然瞄到了一个女孩。怎么了，莹莹？赵冉问道。没什么，刚刚看到了一个眼熟的人。你的熟人吗？不，我们不认识，但我觉得她应该是个勇敢的女孩。炸鸡好了，我和赵冉拎着炸鸡下楼，楼下的秋青已经为我们站好了位置。她用力向我们挥手，我在这儿。我闻着食堂里食物的香气，觉得今天也是不错的一天呢。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